在2026年1月，我花了200塊買了這台摩托車，並且想給它全車翻新，改造成我喜歡的樣子。這是一台兩廣地區的神車125摩托，我的童年記憶都是坐在這紅色油箱上面的。讓它荒廢在這兒實在可惜，所以我就把它推了回來，並且給它接上了電，檢查發動機好壞。喇叭能響，線路應該沒問題。現在嘗試點火看看。剛剛的噠噠響聲應該是這個繼電器發出來的，於是我直接用螺絲刀短接了一下。發動機能轉，大概率是繼電器壞了，於是我給它踹了幾腳，你們聽着聲音，鋼壓是足夠的。就是打不着車，所以我懷疑是火花塞的問題。火花塞的狀態很濕，大概率是煙缸了。於是我用打火機給它烤乾後，重新裝車測試。不愧是神車，一腳就給它蹬着了。確認發動機沒問題後，於是我就把全車拆空。現在全車已經分解完畢，但我發現我撿到漏了。就這發動機因為漏油，底下全是油泥，我還需要拆開它內部檢查。現在發動機已經全部拆空，可能前車主保養勤快，發動機內部磨損並不高，我只需要清洗乾淨它們的油泥就行了。由於一直拍延時視頻，手機內存都爆滿了，還好我買了台備用機。最近我發現在轉轉買二手手機真的好划算，同樣3000多預算，新的只能買到入門款，但轉轉上都能買二手蘋果16了。質感和配置都擺在這兒，拿出去也更有面子，而且他家春節還能正常發貨，再轉轉花一樣的錢，用上更高一檔的旗艦手機，這種升級真的很值。這就是全部清洗乾淨後的效果。而發動機滲油，只需要換上這套大修鋼墊就能解決，我只需要仔細點，怎麼拆就怎麼給它裝回去。隨後我給它加上了新的機油，這是給化油器供油的小吊瓶。火花塞也有高壓電了，現在可以給發動機點火測試了。如你所見，發動機運行平穩有勁，仿佛它18歲那年一樣。現在來翻新處理這一坨配件。車架的線路被10多年歲月侵蝕，早已老化了，所以我直接把它拎了下來。這是新買的全車線束，倒是給它換上去。先把這個氧化生鏽的車架噴砂處理乾淨。這是我的簡易噴砂機，裡面是80ml的金剛砂，它的價格不貴，1公斤只要500克。這就是噴完後的樣子，但我的氣泵壓力不太夠，達不到完美的效果。把這個氧化掉漆的發動機也噴砂處理一下。
噴完之後，它也露出了鋁材的底色，現在可以給它們噴漆了。由於車架的材質是鐵，所以需要噴塗一層環氧底氣防鏽。等待晾乾就可以噴塗啞光黑的色漆了。全部噴完就是這樣，怎麼樣，兄弟們？而發動機的噴漆，我先是用除油劑把外表殘留的油污清理乾淨，接着一定要用發動機專用的高溫油漆噴塗。噴漆完成後，我感覺發動機都高級起來了。而油箱尾也要噴成黑色，所以我先是用脱漆劑把原車漆處理乾淨。翻新老車一定要有耐心，所以我又刷上一遍脱漆劑，直到把鐵皮露出。达到這個狀態就可以給它噴漆了，還是一樣的，先把表面的油清除乾淨，然後噴上環氧底氣防鏽，晾乾後再噴塗啞光黑色的面漆。至此，3個大物件已經翻新噴漆完成。這種啞光黑色讓我真的很喜歡，這是它的原車輪毂。不僅沒有修復的價值，而且也不是我喜歡的，所以我換了一對又大又粗、比我巴掌還大的輪毂。現在所有的配件以及改裝件已經準備就緒，同時我也把其他的小部件也噴漆改成了黑色，可以開始裝車了。為了適配大輪毂，減震也需要加大加粗。至此，這台200塊買來的摩托車，在2026年2月17號春節這天，被我翻新改造成了這樣。在這個滿街都追求大排量的時代，這些曾經在每個家庭中承擔着省心穩定以及經濟的摩托，也逐漸被大家所遺忘。它在我心裡不是一輛交通工具，它更像普通家庭中的一員，承載着最為樸素的生活和奮鬥。所以感謝你能看到最後，祝大家新春快樂，闔家幸福，身體健康。